是啊，你一个男人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要搬？这都是生活必需品，有备无患。万一哪天世界末日、僵尸袭击，你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要。摄像机还能防僵尸？那么多僵尸片，你见过摄影师被咬的吗？这么多西装，也都是生活必需品。那当然了，西装是绅士的盔甲，男人的自信和气场全靠它。哎，说好了啊，下次我和大力约会，你要借给我。哎，你跟大力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怎么说呢？自从上次派对英雄救美之后，他对我的印象有了质的飞跃。胡老师，回来了。这是我给你找的几份论文的参考资料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哎，对了，大力，你最近跟张磊相处到什么程度了？怎么说呢？自从上次派对他失手打人，他的自恋程度有了质的飞跃。开什么玩笑？你那么大柜子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是个律师，脑力工作者，又不是干体力活的。但谁让我才是爱情公寓最有种的男人？我搬就你搬。Chinese 功夫。脱下鞋子跳舞，赤着脚太空漫步。我想问你还眷顾？阳光晒过的路，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。唱起了老去的树木，吸一口这样就漂浮。蓝色背景下，我练习飞行的角度，导致我的态度，我的未来只有我做主。靠整片的雾，玩耍整片荧幕，不断变的梦直线加速，奔跑在我画的地图。谢谢你对我微笑，十年相伴，这一路每一步。石头是干嘛的？以前生日子祥送我的，还骗我说是陨石。你向流星许愿的时候我捡到的，说不定是真的呢。放心吧，大力，这点东西对我来说举重若轻。哎，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忙到现在一口水我都没喝。哎呀，别喝水了，晚上我请你喝酒。咖喱在酒吧打工，有员工折扣。完了，我昨天已经被炒了。啊？你不是才去3天吗？老板说这3天收到的投诉比之前3个月还多。你干什么了？我想想，老板让我去给一个客人唱生日歌，结果我走错了桌，那个客人刚查出肿瘤，正在喝闷酒。还有一个客人点了一杯芝华士，我少看一个字就往里放了块芝士，被客人投诉了。芝华士里放芝士？难道雪莉酒里要放鸭梨？真的吗？还好老板是个好人，没跟我计较，还给我结了这几天的工钱。哎，那这样你就能和我一起分担房租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拿这笔钱去还了一小笔债，没钱了。张律师，别担心，我已经争取了在楼下餐厅打工的机会，很快就会有工资了。哎，政委，你不是在招室友吗？还没有找到啊？没一个靠谱的。有个女生说我看起来像变态，怕我半夜会冲进她的房间。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啊？江山是真的江山，天下是真的天下，
你们谁都别想拿走。哎呀，都是些百年老梦话。朕是不会屈服的，单刀直入啊！终于理完了，子乔，嗯，我给你留了这么大一个格子，不知道你衣服够用吧？不够啊？我再让你一点，够不够？姐姐，你以为我穿的是童装啊？我们女孩子衣服多嘛，你大男人将就一下。这不还有一个衣柜吗？哎，这也是衣服？天冷的时候比你有用。哎呀，别的就算了，西装太娇贵了，弄皱了没法穿了。你看，你有那么多衣服，丢掉几件算了，就这件，平时也没怎么见你穿嘛。这是婚宴专用款，没它怎么蹭吃蹭喝？多可爱设计，连婚礼蛋糕都能外带。你这件呢？这件就很普通，卖了得了啊。这是葬礼专用款，随时可以抽出纸巾，安慰伤心的姑娘。这又是个什么鬼？这件儿可比那两件儿厉害多了。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！你就想穿上去泡妞？哎呀，真不是，老婆，我找了一个推销化妆品的工作，试用1个星期，就在门口的商业街摆摊儿。哎，我马上就要去上班了，规定了必须穿正装。让男生推销化妆品，扯的吧？你们女生看见帅哥的脸，不都会忘记价格吗？听说员工可以拿免费的试用品。去吧，不要耽误了工作。OK。哇，买这么多啊！一菲，你请客啊？你问他喽。一菲姐，欢迎光临，挺有样啊！再给我来个咖啡。一共42元，加5元送提拉米苏，需要吗？来一份。请稍等。哎呀，我还不太会用这机器，把提拉米苏给点成马卡龙了。那就马卡龙。好的。哎呀，马卡龙的数量我多按了个0。哎，算了，多的我就分给美嘉他们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取消。哎呀，你还需要芝士蛋糕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取消，实在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就当今天血拼去了。给我拿个袋子。好。哎呀，袋子的数量我又多按了1个0。结果店长嫌我笨，扣了我半个月工资，还让我回来反省。没事儿，张伟会发你工资的，他也不能白吃啊。本来想打工赚钱贴补家用，谁知道竟然越打工越穷。哎，不过子乔大叔说他打工的那个化妆品摊位那还缺人手，明天叫我去帮忙。哎，对了，你开张有一阵儿了，还没接到案子啊？案当然有，多的是。张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。我以前读书少，信我妈的鬼话，让她保管红包。现在她说1分钱都没了。我虽然现在没钱，但只要你帮我讨回来，律师费我分你5成。你妈拿了你多少钱红包6000、6万、600。张律师啊，真的要谢谢你的，帮我那个电饼摊又做了哇！哎呀，赵大娘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。现在案子结了，您看这个律师费。
我实在不忍心要阿婆的钱，就吃了几个蛋饼。张律师，你人真好，我给你点赞。点赞又不能填饱肚子。没事儿，我在网上联系到了一个房客，他想入住，并且愿意承担整个套间的所有房租。这么好，不是骗子吧？人家美女连定金都付了。美女，你见过本人了？还没，不过我跟她已经在网上聊过了。她叫梨花。从她的谈吐来看，她应该是一位知性优雅的成熟女性。我猜，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还有吹弹可破的肌肤，细腻、红润、有光泽。笑什么呢？大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胡老师，正好听到你在吟诗。你要是再不来呀，张伟就把自己变成网络小说的霸道总裁了。下一章，女主就该被他推倒了。这样，大力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们在讨论一位即将到来的房客。你能找到房客分担房租，那是好事儿。大力，对方可是一位知性优雅的成熟女性。我相信张伟，他不会的。大力，其实我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来计算张伟约到其他女生的概率。将知性成熟女性的标准数据带入公式以后，可以计算出张伟获得对方青睐的概率为0。一薇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写我的论文啊，当代年轻人群的恋爱观现状调查与研究。你呢？怎么还不睡？最近我各种睡不好，都怪吕子乔，他把那些宝贝西装挂得满屋都是，搞得我觉得四处都有人在围观。哎，你把不常用的理一理，腾点地方呗。他一件都不舍得扔，凭什么让我理啊？你们小夫妻刚搬到一起住，有点摩擦很正常的，不要因为小事伤了和气。不知道，我论文里就有个案例，男生跟女生抢最后一块原味鸡，女生觉得男生太小气，一怒之下分了。子乔倒是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，因为他忙着搭讪美女，没空吃。还有一个男生喜欢贴膜，把家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贴了个遍，想给女友一个生日惊喜，可是女友不喜欢，全死了，两个人也死了。这么一比的话，我觉得子乔还是挺好的。是我过分了吗？小事你让着他点呗，子乔心里有数的。可是这么多衣服真的没地儿搁，不然你去问问楼下办灯的小黑，他主意比较多。对呀。你等会儿主要负责推销这款新型防晒霜，你告诉顾客，用了它航穿非洲不是梦。效果这么好？当然没有，所以我们才要找小白鼠，让他们眼见为实。你一会儿把这个防晒霜涂在你半边脸上，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个8小时，这样防晒效果就出来了。你俩配合，卖的越多，提成越高。在太阳底下晒个8小时，会不会伤害到皮肤？你好聪明啊！不想干了。我老板，这姑娘有坦桑尼亚血统，天生就黑。她穿越非洲好几回了，晒了跟没晒一样。我皮肤白，我来。只要能卖货，随便你俩怎么分工。好。谢谢大叔。没事儿。小黑，小黑，小黑。
小黑。小黑，子乔西装太多了，我们家衣柜太小，根本放不开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把它们压小一点？因为你好帅，因为子乔答应帮你介绍泳装美女，因为你是站在人类科技顶峰的男人。我现在只能靠你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吸尘器。空间折叠者0号机，这是干什么的？神奇了，太扯了！把西装缩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嘛？这让我想到了机器猫里的缩小灯。哎，蚁人里也有这样的机器。爱情公寓又不是科幻片，怎么可以出现折叠空间这么不科学的设定？小黑肯定把衣服调包。谁说只有科幻片才有这样的情节啊？那比如说《邋遢大王》《格列佛游记》《家有仙妻》都有变大变小的情节，那些剧比我们岁数都大呢。这台机器虽然名字叫空间折叠者，但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机器。电视购物里有一种压缩被子的机器，你见过吗？知道，真空压缩机嘛。被子可以被压缩，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空气。其实布料和被子一样，看起来很致密，但纤维结构之间存在大量缝隙，比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得多。布料纤维的98%都是空气，只要压缩机的功率足够强悍，是完全有可能把衣服缩小的。可这违背常识啊！人类的常识曾经认为大地是平的，地球是宇宙中心，我们不能被常识的束缚限制了想象力。考试不会有好成绩的。看着大力，我现在压力好大呀！哎，美嘉啊，还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你刚才说楼下小黑是个煤油瓶，我见过他好几次啊，印象当中他明明是个话痨啊。张伟，人怎么能干这么忘恩负义的事呢？人家出身名门，身材颜值样样顶尖，托福雅思门门精通，不嫌弃你矮穷矬，天天伺候你，饿了给你叫饭吃，无聊陪恁玩游戏，天天催恁起床陪恁锻炼。可恁是怎么报答人家？连膜都不贴。有那么话痨吗？我之前见到的小黑跟你们说的又不太一样。小黑，小黑，开门！小黑，菲菲。菲菲呀，你还是那么漂亮啊！不谢谢你啊，楼下都投诉了，你开派对小点声行不行啊？菲菲呀，我新发明了一款新的美颜滤镜，可以把你拍得美美的。我们正在开庆功趴呢，你要不要一起呀？你少来，那你不能吵到别人嘛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Welcome to my home。我来。我们3个见到的小黑差别也太大了，你们说会不会有什么玄机？一薇姐，那个滤镜真的那么好用吗？好用到炸了！我现在就传给你啊！我回来了。子乔，你杵那儿干嘛？转过来啊！我这边脸好看，有点神秘感。
杨超越。超越，你脸怎么啦？是因为今天推销防晒霜，为了增加对比效果，我一边脸涂了，一边脸没涂，这样看着明显嘛。这是工伤啊，太残忍了吧？疼不疼啊？这么辛苦，明天别去了。没事儿，经理看着我辛苦，愿意给我增加提成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梨花姑娘看了我的合同非常满意，明天就会签约搬过来，我的房租有着落了。这个温暖送的莫名其妙，靠谱吗？为了勾引他，呸！为了吸引他入住，我开出了很多优惠条件，比如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，终生。免费？你之前那么多收费的法律咨询，没见你哪回收到过钱呀？谁说没收到钱？天天都有收入的好吗？余额宝每天的利息不是钱。哎呀，这美白面膜有用吗？茶叶蛋都能给你敷成白煮蛋。哎呀，你打断我又要重新数了。哎呀，别数了，再数也不会多出来的。谁说的？我今天数的就比昨天多200呢。我找老板预支工资，说家里有个乘法口诀都背不利索，老婆要养。就这点钱把你弄成这样，出息！这是你第一次往家里拿工资，也是第一次补贴家用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对了，我也有惊喜要给你。莫非你是双胞胎？当然不是，你没有发现家里少点什么东西吗？我的西装呢？噔噔，这都什么？你的西装啊！楼下小黑给了我一台神奇的压缩机，可以把衣服变小，这样你的西装就可以全部装进衣柜了。还有这样的神器？那我可以买更多西装了。我明天上班就穿这件，帮我把它变大。变大？怎么变大？小黑，快想想办法，这件西装我明天要穿，帮我把它变回来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让我们回去睡个觉，明天天亮了，西装就变回来了。主人的意思是，你们在做白日梦，西装它变不回来了。什么？变不回来了？全部都变不回来了！小黑，我告诉你，这件西装是我最好朋友，要是你变不出来，你信不信我告你谋杀害你？什么情况？喂，小黑，你别跑啊！出来说清楚！出来！这打不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吵吵嚷嚷的，门儿都给你们弄坏了。大娃说了，没见之前只要求把西装变小，没有说要变大呀。大娃，怪你们自己没有说清楚，现在肯定变不回来了。别折腾了，回家洗洗睡吧。咦，您这个脸是真挺瘆人的，晚上就别出来吓唬人了啊！小黑，你不会是换身皮肤出来忽悠我们吧？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！放开二娃，不然我啊！
没有穿山甲，他们就是普通的七胞胎而已。七胞胎还普通？迄今为止，全球只有1例全部存活的七胞胎记录，这个设定太不科学了。我有更科学的解释。难道他们是克隆人军团？我当时大脑一片混乱，眼前一片小黑，具体有几个可能数错了，没有那么多。难怪他一个人要住那么大的房子。哎，我答应过小黑，帮他保守秘密，你们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平时认识的小黑并不是同一个人，而是兄弟几个轮流出现。动机是什么？可能是发明太多，怕被坏人陷害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张艺谋一部电影叫做《影》？邓超有1个替身，小黑有7个，6个吧。算了，先吃饭吧。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这在几年前啊，我都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吃早饭。嗨，大家好。哎，哇，菲菲，你熬的粥太香了。曾老师，你马屁拍的真肉麻。哎呀，那边没什么好吃的，但是也不能挑食哦，尤其要注意补水。来，吃口东西，别烫着。真好喝，谢谢菲菲，我要去准备今天的节目了，你们慢吃啊，爱你哦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没睡好？没睡。你们真的好惨呐！子乔，对不起嘛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这样子了。都怪我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几件衣服嘛，不至于的。走啊，我们睡觉觉去呀。你们为我冲锋陷阵，我却连带你们去7星级酒店的承诺都没有兑现。我没用啊！你还真给这些西装守夜守了一晚上？算了吧，子乔，往好处想，以后再买嘛。来，吃口东西。我怎么感觉我喘不上气来？你为什么把衣服反着穿？今年流行吗？不穿西装果然诸事不顺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去上班了。请进。这个房间已经打扫好了，随时欢迎入住。梨花小姐，不是我要住，是我们社长要住。我是他的助理，我姓魏，您可以叫我小霞。我帮他先把几件家具运过来。入嚟啦！干啥啲啊？好乸嚟㗎！社長，幫佢講面。霸道女總裁。喲，睇住啊！有新房客啊！这些家具长得好奇葩哦，看起来都不便宜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啊，对了，这是社长修改好的合同，您签完字就可以收房租了。哎，我那合同明明只有几页，这怎么厚这么多？他加了一些补充条款。张伟，你不仔细看看，万一合同里有坑呢？如果您改主意的话，合同随时可以取消，我们这就离开没有问题啊。不必了。有时候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还是要有的。什么事都防着别人，未免活得太悲哀。我相信梨花小姐不是坏人，而且最近我特别的忙，省下来这些时间，正好为更多的人提供法律援助。社长，合同已经签好了。张律师，赵海棠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租了房子呀，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，请多多关照。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赵氏重工的。行了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
他们仨的故事还有第2集，太精彩了。这是我带过最操心的一期学生啊，里最操心的一个。大家放心，我不是来挑事的，我就是个普通房客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赵海棠，今年大4，中文系，和大力一个学校，兼职诗人、小说家、歌手、舞者。以后大家就是室友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刚才那个女助理说你是赵氏集团的社长。我的家世背景不重要，忘了他。我是学校快闪社的社长，一片自由的云，仅此而已。跟我聊天的不是一个叫梨花的女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就是我呀。我真名叫赵梨花，算命先生说我阳气太重，五行缺木，所以就给我取了梨花这个名字。长大以后，我爸又觉得这个名字太娘了，所以改叫赵海棠，但身份证上的名字没动。张律师，你不会是冲着女生这点才找我合租的吧？当然不是。赵海棠，有学校宿舍，你干嘛来这儿凑热闹？这要从学姐你拒绝我那天开始说起。那天你和张律师组了 CP， 我悲痛欲绝，茶饭不思，行销鼓励，失魂落魄。一代渐快终不悔，唯一孝德任小村。不过第2天我就想通了，毕竟已经被学姐拒绝过很多次了，也不在乎多这一次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不必讶异，更无需欢喜。于是我很快完成心理建设，准备再次投入到追求大力学姐的甜蜜旅程中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可是我转念一想，大力已经和张律师在一起了，我好像不能再追求大力学姐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又悲从中来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人。可是过了1天，我又想通了，只要大力学姐幸福，我就高兴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可是我又想到，你差不多行了，没见过这么给自己加戏的。太感人了。接着说呀，你又想到了什么？我又想到张律师一把年纪了，真的能给你幸福吗？正好有天我在588上看到了他的招租帖子，我就想搬过来考察一下他到底能不能给你幸福。我不同意你住这。我住不住这里取决于张律师，他是这里的主人。我当然不同意。那我们就按合同办事。你不会是想违约吧？哟，要付3倍的违约金呢。一飞啊，这小子隐瞒身份进入公寓，动机不纯，你应该行使你租户委员会主任的权利，把他赶出去。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个姑娘，也没有隐瞒个人资料吧？你被你内心深处的邪恶躁动所驱使，把我幻想成了一个女人，这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于情于理，你都无权把我赶走。看我干嘛？解决合同纠纷不是你们律师的专业。对啊，只要我能找到漏洞，合同就能作废啊。只要你能证明我违约，我可以搬走。不过不能只凭你的一面之词，要有裁判。裁判？哟，这椅子还挺霸气的啊！爽，艾琳，真羡慕你，这种2男争1女的桥段，只有偶像剧里才有。探索频道也有啊，只不过里面习惯用爪子和牙齿。你们2个有话快说啊！完了我还得写论文呢。我宣布辩论开始。赵同学，根据合同第5条，你作为新住户有7天的试用期，而在试用期内，我作为老住户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。现在我要行使这项权利。你有看这条的补充条款吗？
解除合同必须提供书面文件，书面形式必须包括4国语言，分别为古埃及文、古印度文、苏美尔文，还有甲骨文。这么小的字儿，你坑我啊！补充条款，又唱。看合同的时候千万不能懒，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有多大胆。为了离心爱的姑娘近一些，什么事我都干。补充条款。他们夹在正文中间一闪一闪，可怜的张律师需要喝杯奶茶缓一缓。认了吧，自己签的合同，含泪也要执行。可是补充条款要让这份合同变成一块钢板。除了第5条，请看第7、第8、第11、第15、第21、第27、第33，怎么这么多？他们都有补充条款，烦死了！补充条款，张律师，请把合同仔细看。我唱歌时你不能说烦，我的卧室你不能嫌乱，不然我可以根据合同让你赔个好几万。哎，我们来看看第9条啊。按规定，住户要轮流做家务。你连卧室都不肯好好打扫，怎么会好好做家务呢？而且我仔细看过了，这条没有补充条款。这一条确实没有补充条款，但是不可抗力！不可抗力又是什么鬼？当我遇到不可抗力，按照合同我不用擦窗，不用扫地，一切劳动我都可以免疫。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不可抗力，请把合同翻到底，你会看到。游戏团灭，灵感枯竭，作业没做完，思念大力，思念到不开心，思念大力，思念到很开心，还有很多，我不一一列举了。张律师，请你好好 read。你这是霸王条款，不可抗力。张律师别急，每个月还是会有那么几天，我会帮你扫地。你别得意啊，还没完呢。我问你，如果3602着火了，优先抢救的是哪3样东西？手机、泡面、电脑、租房合同、律所招牌。什么我都不救，着火我先救大力。你违约了！哎，你看哈，合同上明明写着，保护公寓财产，人人有责，每位住户有义务在遇到危险时优先抢救本套件物品。那你就不管大力了？当然管。这些东西每天晚上我都会打包，一有危险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带上他们去救大力。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优先抢救，是所有东西一起抢救。张伟，你可以啊，这是一道送命题啊。好吧，算你厉害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我有律师，他说会给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，有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找他。哪个律师这么200？我连钱都不……没错，就是你啊。只要我在公寓里住1天，你就要给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，包括做辩护律师。现在合同仍然有效，你不会反悔了吧？可张伟是原告，替你辩护的话，就成了被告律师了，有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个两难困境。张伟现在有了双重身份，一个是原告，一个是被告赵海棠的辩护律师。你就想象左手跟右手打架，哪个赢了都疼。张律师，我很慷慨的。只要你替我辩护成功，我会付你律师费的，怎么样？赵海棠有义务在遇到危险时优先保护本套间的财产。原告和我的当事人非亲非故，在遇到危险时自救，显然是最优的选择。赵海棠心怀不轨，在签订合同时存在着欺诈行为，合同理应废除。反对。反对对方律师在提供不了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，毫无理由地诋毁我的当事人。至始至终，赵海棠都没有出现，这就是赤裸裸的骗局，这就是犯罪证据。反对！我的当事人身份尊贵啊，这种事情交给秘书来做，天经地义，无可厚非。反对！言情剧拍出武侠剧的感觉，我喜欢。你说无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拿出证据来。你有证据吗？什么时候有结果呀？反对！我这屁股都坐疼。你说谁是弱鸡啊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哎，张伟，你没事吧？这到底算谁赢啊？哎呀，平局，休庭。没事吧？伤哪了？这儿，还是这儿？痛不痛？
你来看我笑话？不，我只是想问问，你带行李干嘛？跟你住对门，我可受不了。你先住几天。哎，你别得意啊。等我伤好了，咱们继续左右互搏。不用了，我是来道别的，我不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力很担心你。我因为担心学姐才想搬进来住，没想到让她这么为难，所以我决定离开。事先声明，我走不代表我放弃大力，只是不想让她不开心。站住！别担心我，我们年轻人悲伤的事都不过夜，喝2瓶酒，唱几首歌，哭一场就好了。谁担心你啊？调解还没结束呢，你怎么能走呢？我走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担心房租吧？放心，不用退了。不是那个意思。没看出合同里的纰漏那是我的问题，合同是我亲手签的，这点我认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执行合同是天大的事情。你以为我这是公交车啊？想上就上，想走就走。可是我不走你就不开心，你不开心大力就不开心，大力不开心我就不开心。谁说我不开心？有个人跟我一起分担房租，我可开心了。那等你伤好了，咱们还调解吗？调解个屁呀！我都说我认了，一切按合同执行，自己的锅自己背。张律师，你比我想的有种，可真的让我住下，你面子上过得去吗？对于真男人来说，面子重要吗？面子很重要。这小子要是真走了，别人肯定以为他在可怜我，到那时候才真叫没面子。那我也和你做个约定，以后我绝对不在明面上怼你，保证不让大力学姐不开心。你做你的男主，我做我的备胎，但在暗地里我不会手软的。我头一次看见这么嚣张的备胎。我听说大力学姐给你绩效打分的事情了，我看你也撑不了多久。等你们分手了，学姐一定需要一个宽厚的肩膀，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从隔壁及时出现，想想就好激动哦。哎，那不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只不过以后自己的履历上又要写下浓重的一笔。第一个替情敌辩护的律师，第一个劝情敌留在自己女友身边的男人。要不要我去跟赵海棠谈谈？我有办法让他走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同意他留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曾经和我说过，恋爱就像游戏闯关，早晚会遇到 BOSS。只有不断升级变强，才能顺利通关。那，你这样优秀的女孩一定很多人追。我以后会遇到各种 BOSS 的挑战，既然早晚都会发生，不如早一点变强。赵海棠就是我遇见的第一个 BOSS， 我想接受这份挑战，证明自己比他更好。这么清晰积极的思路，忍不住想给你加分呢。你怎么走路好像同手同脚呢？有吗？有啊。哎，真的。你不会是紧张吧？可能吧，14年之后就没被女人碰过了。子乔，你是不是因为没穿西装才被辞退的？不是，是那个新来推销员脸比我整整大1倍。经理说产品涂在他的脸上效果更明显。我是真没有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输在脸上，这可是我的优势啊！像这种没人性的经理，以后喝盐汽水一定呛着。李佳，这个送给你。好
好丑啊！这是什么啊？我晒脸的时候闲着无聊自己做的，本来想做一个一休的晴天娃娃，后来你不是说你最近总是。来试试嘛，来看合不合身。咖喱酱，大叔，昨天谢谢你帮我解围，我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，就给你买了件礼物。什么情况？喜欢吗？散了你的气味，这孤独的氛围，我早就体会。我已习惯晚睡，习惯自我安慰，闭上眼你出现，没有一点防备。我拥有你，却不仅仅只限于我自己。你属于我，更属于你，最爱的独角戏。好奇你是否像我一样？句句你先跑去 always let around， 相遇离开谁都会缺氧，这一颗心却无处安放。You're not around, you're not around, babe. I woke up at 3 in the morning. Wish you were here with me, like 1, 2, 3. 想要的不只是你在这里陪我的余地。